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。今天我们要讲解《道德经》的第4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其实相当关键，它承接前3章对道的初步界定，同时开始向更深层的道之作用过渡，逐渐揭示出老子对于道那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。可以说，从这一章开始，老子的笔触开始进入一种更抽象、更哲理化的描绘。原文是这样的：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渊兮似万物之宗。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战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我们一步一步来解读这段话：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冲和盈。冲可以理解为空，也可以理解为中空而充实。在汉语里，这2个意思是可以同时成立的。这里的道是空的，是没有固定形式、没有实体的，但却能够不断运作、不断生发，永不枯竭。或不盈的盈是满，就是说你不断地使用它，它却好像永远不会装满，永远不会被消耗掉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，道是虚空的，看似没有实体，但它的作用是无尽的、无穷的，不会因为使用而减少。老子用这种悖论性的表达，空却用之不尽，来描绘道的一个基本特性，也是在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大用往往是在无形之中。这里值得补充一点，冲还有一个含义，是中道之意，也就是居中不偏。在儒家体系中有中庸一说，在老子这里则是冲而不盈，更强调的是那种不偏不倚、无私无欲的运行状态。这种状态正是道之所以可以生生不息的前提。接下来一句是渊兮似万物之宗。渊是深渊，是深不可测的意思。道像深渊一样，看不清、摸不透、测不着，但它却是万物之宗。宗在这里是根本、源头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道是所有事物的本源，所有有形的存在都从这无形的道中生出。为什么老子要用渊来比喻道？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它的深远和玄妙，另一方面也是在强调，道不像人类理解的那种可以抓住的规律或力量，它更像是那种在一切之先，在一切之下的根。你看不见它的样子，却时时刻刻都在它的作用之中。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常常执着于显现的东西，比如物质、名利、权力，而忽略了支撑这一切的背景力量。老子说的渊，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向下看、向深看，不要只停留在表面。接着这一句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几句。它看似是在说道的行为方式，实际上也是在讲道对万物的影响方式，或者说道所启示的为人之道。错其锐，锐是锋利，是棱角分明。道不会鼓励事物锋芒毕露，而是会让它们变得圆润，不伤人。也就是说，道所引导的方向是让事物不那么激烈，不那么冲突，不是压制，而是一种温和的调节。解其分，分是纷扰纷争，道能解开混乱的局面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，而是用一种顺其自然、无为而治的方式来平息纷争。和其光，光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显耀或炫耀之性，和其光不是熄灭光芒，而是调和柔化它，像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拥有内在的光辉，却不需要时时显摆同其尘。最有哲理的一句，尘是尘世，是凡俗，是那些世人所不屑的混浊和劳碌。
但道并不回避这些，反而能与尘同居，与尘同在。这也正是玄同的体现，即不分高下，不分贵贱，不分圣凡。圣人正因为可以同其尘，才是真正的圣人；道也正因为不拒绝尘，才是真正的道。有学者认为，这4句其实是对道德作用的具体体现，一种化解冲突、平衡对立、隐藏锋芒、进入凡尘的能力。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与人性之常态相对立的。我们人往往是要凸显自我，争胜好强，趋利避害，但道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这种反常正是常道。接下来2句是湛兮似或存，这一句更抽象。湛是清澈沉静，也是深远之意。似或存是说它仿佛存在，却又难以捉摸。老子在这里又一次使用了模糊性语言，不是为了神秘，而是为了如实地呈现道的状态。它不是绝对的有，也不是彻底的无，它似存非存，若有若无，这才是它的真实样貌。我们在理解这一点时，不能用2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存在与不存在，而应该意识到老子在构建一种中道存在论。道不是可以被定义的实体，但又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假象。它像空气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正是它支撑着我们的生命。它像时间，不可见却真实流动。它像我们日常忽略的背景秩序，看似暂息，实则或存。最后一句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，这是整章的高潮部分。老子说，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子孙，这意味着道不是从某个已知的来源中诞生的。他甚至在地之前，地在古代是天地之主，是宇宙的主宰，代表的是权威和至高的存在。而象帝之先，亦即它存在于地之前，是先于一切规则、秩序、权威、神明的本源。老子在这里不是否定宗教意义上的神，而是要提出一种超越性的哲学。道不是某物的工具，也不是某人的创造，它不是人类所能控制或解释的存在，它是在所有观念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终极根源。整章的基调是对道的极高赞美，也是对它神秘性的正视与承认。在前3章我们看到的是对道的抽象定义，比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而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了道的状态与作用，它空而不盈，渊而为宗，同尘而不污。它是深不可测的，可以调和一切的力量。它不表现为一个有形之神，却是所有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条件。而对我们当下生活而言，这一章带来的启示也是清晰的。我们要学习道的状态，少一些锋芒毕露，多一些柔和隐忍，少一些纷争争斗，多一些调和包容。不急着追求表象的光芒，而是沉下心来去感受那种或存的底层秩序。我们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一切，也不要急于给每一个现象贴上标签，要留出空间，让道自己显现。说到这里，也许你会好奇，如果道如此深远神秘，那它又如何在治理社会层面发挥作用？老子会怎样把这种抽象哲理应用到具体生活、政治、人性管理中呢？那么，就请你继续关注下一章，第5章。那是一段既震撼又令人深思的文字，它会揭示出一个让人不太舒服却无法回避的真相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老子将从道的宏观图景转向对天地与人性的冷峻揭示，你会看到他真正的无为之术是如何面对残酷现实的。下期我们一起揭开这层更锋利的帷幕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感谢观看。